莫斯科爆炸起火，乌军摧毁沃罗涅日俄军弹药库。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军用集束弹药摧毁塞姆河俄军新浮桥。在顿涅茨克，乌军谋划大规模反攻。乌军第214特种营第2机械化连成功阻击俄军17天。美制 GBU-39 炸弹轰炸沃夫昌斯克俄军阵地。无防空部队拦截全部来袭的俄军无人机。泽连斯基为乌克兰制定新的和平计划。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开源情报报道，9月7日凌晨，莫斯科西北地区的泽列诺格勒克留科沃火车站突发大火，即便在数公里外都能看到该火车站的浓烟和听到传出强烈的爆炸声。目前，俄罗斯官方并未回应此事，具体损失和爆炸原因有待进一步澄清。与此同时，乌军无人机还于7日凌晨时分袭击了沃罗涅日州索尔达托克村的一座大型俄军弹药库，现场发生连环爆炸。据火灾热信号的卫星图像显示，几乎整个索尔达托克村都在燃烧，可见这个弹药库不小。事后，俄罗斯官方罕见地证实了此次袭击。沃罗涅日州的州长亚历山大·古谢夫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而且由于爆炸引发的大火覆盖区域相当大，沃罗涅日州当地管理局目前已开始了对附近人员的疏散行为。乌克兰打假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中尉则表示，被炸毁的可能是俄罗斯存放朝鲜导弹的弹药库。其实，进入9月以来，乌军便加大了对俄本土高价值目标的袭击力度，尤其是首都莫斯科被乌军盯得死死的。从9月1日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乌军无人机光临。如9月1日，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乌军无人机击中起火，距离克里姆林宫仅15公里。2日凌晨，158架乌军无人机组成的庞大机群悄然逼近俄心脏地带，目标直指莫斯科及特维尔州的重要设施。3日凌晨，又有数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特维尔，即便俄防空系统进行了拦截，但俄军米加洛沃军用机场仍被命中，损失惨重。之后6日，乌军无人机击中了莫斯科的阿拉布舍沃的仓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如今9日，莫斯科地区的火车站和沃罗涅日州弹药库被摧毁，俄防空系统形同虚设，即便俄罗斯人再坚强，恐怕也要怀疑人生了。不过，对乌克兰而言，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军无人系统已经能够打击距离最远1800公里的俄军事设施。他同时强调，今后俄军用机场为战争服务的俄罗斯整个基础设施都将继续遭受乌军不间断的打击。9月7日，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的第32天，距离普京规定的将乌军赶出去的最后期限还有23天。在苏加北部，俄罗斯承认了火力军昨天说的乌军战果，即据俄罗斯之声的报道称，乌军已经占领了博格列布基、奥尔洛夫卡、奈德诺夫、马里耶夫卡等地。而据最新的地理图像显示，乌军加快进攻步伐，已推进至基特罗夫卡村，正在其南郊附近构建阵地。俄军则以炮击形式进行回击。在更北谢普托霍夫卡村，情况也同样如此。俄军为赶走乌军，正在使用 FAB-1500轰炸这里的乌军集结地。在苏加的东南部，乌俄双方的战斗依旧集中在博尔基和斯帕尔诺耶附近，双方每天都有士兵、装甲车、坦克被摧毁。在克利涅沃和东部的维特雷诺，由于俄军兵力的集结和火力轰炸，灰色区域正在减少。不过，乌军也对克利涅沃东入口处的树木防线进行轰炸，让俄军无险可守。在西南部，阵地可能没有变化，但乌军疑似用 GMLRS 集束弹药袭击了塞姆河上俄军搭建的新浮桥。此外，乌军还继续对库尔斯克俄军的地面通信线、军事装备以及后勤补给线进行打击。如乌军在一个未指明区袭击了俄罗斯的萨姆巴防空系统，又或是俄军后勤运输人员因不明原因致使驾驶车辆撞上了混凝土栅栏，运输的特80坦克也从坡道上坠落翻覆。可以说，乌军在库尔斯克州行动的1个月时间里，俄军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反攻。库尔斯克将成为一个楔子，让俄军寝食难安。接下来是乌克兰战场，乌军反攻仍在继续。
在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2亚速特种旅在解救被围困兄弟部队后，继续在纽约村附近反攻，目前已完全控制了该定居点。不过，俄军还没有放弃反扑，这里的战斗仍然比较激烈。在红军村方向，乌军已经夺回了歇里渡河大部分地区，并正在加固其第3和第4道防线。在反攻过程中，乌军第15旅卡拉达格还发布视频，展示了俄军利用人海战术进攻的结果。此外，据福布斯报道称，乌军正在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在红军村这里发起较大规模的反击，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情况。而俄军已经调转进攻方向，其先头部队一度南下，目前已攻入乌克兰斯克，并占领了3座高层建筑。与此同时，另一路俄军则设法绕过该镇，向赫尼克推进。双方在乌克兰斯克的北部道路上发生了激烈战斗。目前战斗已经结束，乌军虽然依旧控制着乌克兰斯克的大部分区域，但还是让俄军拿下了其北部的邻县阵地。在顿涅茨克西部，9月7日，俄军继续向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北部挺进，而乌军第214特种营第2机械化连已经在这里阻击俄军长达17天。近日，该连也参与到了反攻热潮，夺回了部分阵地，但零星的清扫战斗仍在进行中。预计此地的争夺还将呈现出白热化状态。在胡利达尔方向，乌俄双方在斯塔罗马约尔斯克展开战斗，目前该区仍处于灰色地带。与此同时，在其他战区，乌军的反攻也在持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哈尔科夫战区，乌军继续在利普奇和沃夫昌斯克进行地面战，如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3旅对俄军在利普奇北部的森林阵地发起猛攻，最终在击毙了34名、击伤23名俄军后，成功的拿下了一个步兵阵地和一个 ATGM 阵地。目前，俄军已撤退到下一条防线，并在挖掘战壕和防空洞。在沃夫昌斯克，由于俄军兵力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乌军直接动用美国援助的 GBU-39炸弹对这里的俄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其效果十分显著。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上校9月7日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打乱了俄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节奏，如俄空天军对哈尔科夫的滑翔炸弹袭击已从原来的30到50次下降至每天几次，同时也迫使俄军将一部分部队从哈尔科夫转移到库尔斯克州。乌军趁机加强了他们在该地区的力量，阻止了俄军的推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从皮夏涅向科里斯尼基夫卡推进了2公里，但在新基夫卡，乌军第30旅利用无人机数次挫败了俄军的突袭，目前正清理阵地。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克兰空军报告显示，9月7日凌晨，俄军发射67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目标，结果没有1架无人机击中目标。报告称，其中有58架被击落，有6架俄军偏离航向，朝俄、白俄和卢甘斯克方向飞行。另外3架失踪，可能是由于电子战错失而坠毁。由此可见，乌军无论是无人机的使用，还是反无人机作战能力再次有了提高，以至于能挫败如此大规模的俄无人机空袭。乌军目前的反无人机手段，除了常规的防空系统火力外，主要有2种。据乌克兰军事分析专家彼得罗·切尔尼克9月7日表示，乌军电子战系统是防御雷达制导的俄军无人机的主力，其能使俄军无人机改变航向，并在燃料耗尽后坠毁。另一种则是拦截无人机。据乌克兰无人机生产公司9月7日表示，其开发的一种拦截无人机可以击落来袭的俄军无人机，并称乌军已经在前线使用这种拦截无人机击落了多架俄军无人机、直升机。总之，无人机已成为乌军打击俄军目标和进行防空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9月7日，泽连斯基称正在为乌克兰制定新的和平计划。据悉，该文件将于11月提交给拜登、特朗普、哈里斯以及7国集团领导人，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不过，泽连斯基表示不会用领土换取和平，不可能重复明斯克协议。他称该协议就是一个陷阱，是俄军为新攻势实施的拖延计。普京则表示，俄罗斯从不拒绝和谈，但乌克兰显然并不认可俄罗斯的提议。想必大家都清楚，乌俄战斗的结束肯定会以谈判的形式结束。现在谁在战场上占优势，在和谈时谁就更主动。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曾表示，将让乌克兰在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欧美国家也有类似的计划。此外，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也在9月7日表示，俄军资源不是无限的，未来2个月俄罗斯安全部队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以目前的形势看，时间不在俄罗斯一方。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7日报道，美国大型国防航空承包商德拉肯国际公司正在官网上招募 F-16飞行员、机械师和维护专家，预计招募到的人员将会前往罗马尼亚一个空军基地进行工作。另外，有媒体表示，乌克兰飞行员也可能会在这个基地接受 F-16战机的训练。据多方媒体报道，俄罗斯29样5部队对欧洲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发起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荷兰军事情报航检局在监测到俄罗斯黑客进行的网络行动后，迅速对其采取了反制措施。另外，据媒体表示，俄丹国防大臣布雷克尔曼斯已对外宣称，将为乌克兰的 F-16战机提供维修材料，并将向乌克兰提供空对空导弹以保护其领空。据美国突破防卫报道，9月5日，埃及空军与美国洛马公司签署了一项合同，将采购2架 C-130J 运输机，用以取代现役老旧的运输机。其实，早在2022年，美国就已批准向埃及出售12架 C-130J 以及相关电子设备、发动机和诸多后勤项目，总价值约22亿美元。而此次交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待埃及接受这2架 C-130J 后，将会成为第23个操作 C-130J 的国家，可有效加强埃及空军的后勤工作效率。据菲律宾国防部声明显示，近日菲军在福建海域举行了单边演习，参演的舰艇包括何塞、丽莎号和卢娜号导弹护卫舰等。演习内容包括各种实弹演习、反潜战以及夜间行动的项目。其中，在实弹演习中，菲军先是展示了76毫米舰炮的精准度，紧接着又亮出一款名为 Serbi-OC 的空防系统。在反潜战方面，菲军派遣 ENB-395海上巡逻机与 W-159 反潜直升机，一起部署了进入式声呐来定位和消除模拟潜艇威胁。在夜间行动中，菲军进行了战术编队巡逻以及夜间航行演习，旨在检测和分析舰队的电子传输，强化整体的电子战能力。据自由时报报道，9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外宣称，为了持续强化乌克兰的空防实力，正在与乌克兰合作研发 S-300系统和27导弹的替代品。有媒体表示，其实早在2020年，乌克兰就已经在进行 S-300系统的本土化工作，包括掌握5B55系列防空导弹的维修技术等。目前相关工作的进展十分顺利。至于27导弹的替代品，乌克兰优先考虑的则是于2021年首次推出的 UP-277导弹，该导弹几乎完全由乌克兰自主研发，能够与其现有的防空系统全面兼容。据俄罗斯消息报道，俄军新开发的一款军事专用通信软件，名为格兰，它没有统一的服务器，可以在单兵电台、电子战系统或第三方设备上进行安装，能够将战术地图和内置作战通信系统结合起来，实现地理数据共享、信息发布和传输，且操作相对简单，无需对士兵进行专门培训。另外，格兰还可根据敌对无人机发出的电磁频率，对其进行精准定位，能够大幅提升俄军在反无人机方面的作战能力。目前，俄军已经在对格兰进行量产。据美国国防博客9月7日报道， X 平台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影片，显示德国龙卷风战机携带 B6112核弹训练弹，现身于美国加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鉴于 B6112核弹是 B61系列的最新版本，爆炸威力可调至最高50万吨 TNT 弹量，因此德军此次的行动备受关注。随后，德国联邦国防军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德空军目前正在参加美国举办的一场名为“静默伙伴24”的军事演习。龙卷风战机携带核弹训练弹只是演习的一部分，预计这2架战机在参演结束后，将于9月11日至13日返回德国。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此前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公开表态，决心在2024年招募23000名莫斯科士兵，立志使莫斯科成为俄罗斯招募合同兵的领头羊。然而，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莫斯科派往乌克兰战场的合同兵中，本地人仅占不到 5%， 大约 70% 的士兵来自俄罗斯其他地区。即便俄军使用高薪诱惑，莫斯科本地人对于参战的热情也并不高涨。为此，俄军目前已经把流动征兵中心设置在了莫斯科地铁站中，希望能够以此招募到更多的士兵。据美国突破防卫报道，近日随着埃及航展的举办，
俄罗斯在展会上先后展示了包括各式无人机、战斗机、防空系统、导弹等在内的多种军装备。有人认为，在被欧美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正试图通过与非洲及其他地区的盟国进行相关贸易活动，以缓和乌俄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陆军部长沃姆斯于9月4日对外宣称，受乌俄战争影响，俄罗斯电战能力发展迅速，为了能够将其进行限制，美军计划在下个年度预算中大幅增加无人机技术、反无人机技术以及电子作战设备的资金投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近日俄军接收了国内军工企业提供的又一轮军资，其中威尔机车制造厂交付了新批 T90 坦克，目前同型坦克的总产量在300辆左右。库尔干机械制造厂则交付了新一批的 BMP-4 空降战车以及 BMP-3 步兵战车，该厂的月产能已达100辆。据战区9月5日报道，荷兰决定增加24亿欧元的国防开支，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防，另一方面是为了把军费开支在 GDP 中的占比提升到北约要求的 2%。按照计划，荷兰准备对海陆空三军实施全面加强。在陆军方面，荷兰决定重建坦克营，预计将配备德国豹2坦克。按照北约标准，一个坦克营至少需要44辆坦克组成，另外还有8辆用于训练和后勤储备。也就是说，荷兰最起码需要52辆豹2坦克，以及350名能够操纵坦克的士兵。这些坦克每年的维护成本约 3.5 亿美元。此外，荷兰还准备为陆军采购以色列制造的 PULS 多管火箭发射器。在空军方面，荷兰计划采购6架 F-35，并为其配备 AGM-158 地点和空对地导弹。在海军方面，荷兰计划从法国采购4艘新的常规动力潜艇，并为其配备常规战斧导弹，以取代现役的海象级潜艇。另外，还将采购一批 NA-90 舰载直升机，用于搭配新潜艇执行反潜、巡逻、快速投射等任务。今年8月，有媒体爆出伊朗曾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枚法坦赫360导弹，而这些导弹很可能会被用于乌俄战争中。伊朗当时很快否认了这一行为。然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6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已向俄罗斯交付了这批导弹。受外界舆论压力影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于9月8日再度发布声明否认此事。不过时隔仅一天，欧盟就于9月9日对外宣称，已获悉关于伊朗向俄罗斯交付导弹的可靠情报，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如果得到证实，这将代表着伊朗已明确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届时欧盟将会对其实施制裁。据法新社9月9日报道，经过数月谈判，伊拉克与美国已就多国联合部队分阶段撤出伊拉克达成一致，将会分2个阶段进行撤军。其中多国联合部队将在2025年9月前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其他中央政府管辖地区的军事基地撤离，而驻扎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部队则将在2026年9月前撤离。另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称，美军目前驻扎在伊拉克的士兵约有2500人，双方在寻求建立一种新的顾问关系，会允许一些美军在多国联合部队撤离后仍留在伊拉克境内。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9月8日，以军对叙利亚的塔尔图斯郊区发动了突袭，目标直指当地的防空系统和武器仓库。需要注意的是，塔尔图斯港还是俄军的海外基地，目前尚不清楚该港的遇袭情况。此外，以军还对叙利亚的其他领土发动了空袭，比如在哈马省的外西亚夫地区，就有13个军事目标被摧毁，甚至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也遭遇了袭击。霍姆斯地区也成为了以军新的打击目标，附近的2个军事基地都被破坏，弹道导弹研发中心也被摧毁。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也仍在继续。在过去1天内，以军对加沙的25个哈马斯目标发动了突袭，其中第162师在南部的拉法赫展开行动，而第252师则在加沙中部向纳扎里姆走廊的哈马斯发起清剿。据美国《星条旗报》9月9日报道，美空军已决定在今年秋季将第157空中加油联队的 KC-46A 加油机队部署到中东地区，进行为期90天的后勤支持任务。另外，据美空军表示，为强化执行任务的效率，此次部署将首次尝试以整个机队为一个单位进行，
机组人员会使用自身携带的战机武器以及后勤所需的零部件等，而非使用驻扎地提供的装备。据美国海军新闻9月7日报道，亨斯伯格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导弹工厂目前正在为澳海军进行装载训练。训练内容包含将 N3 里发射器导弹模组从码头货柜装卸，接着转移到巴纳瑞特号上进行安装，最后验证装载过程的安全性，以便未来将这款导弹集成到澳海军的其他军舰上。另外，此次训练是澳海军逐步以 NS3 取代旧型鱼叉反舰导弹，加强国防现代化能力的一部分。此前，澳海军已经在悉尼号上成功试射了 NS3。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和谈中谁会占据优势？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